风不会等你，光也不会等你，人也不会等你，烤串也不会等你。在这些不等你的状况之下，28105的好处可以让我在很多场景里面不用犹豫太久。28105 f2.8 这支镜头很容易被误判啊，被误解啊，就是很多人一听到28105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旅游镜、方便镜，然后呢，或者是你可以很少去换镜头的一个安全牌啊。但是呢，这次我拍这个葡萄酒庄用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懒人镜，我比较觉得它像是一支让我比较少后悔的一个镜头。怎么说呢？我们拍纪录片的现场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28105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让我在很多场景里面不用犹豫太久。为什么呢？第一个，28厘米可以交代环境。35厘米、50厘米可以拍比较自然的人物，还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动线。85厘米到105厘米呢，可以拉出特写跟压缩感，就是所谓的长焦的一个魅力、前景深。这次访谈呢，我们也用到这个镜头，原因很简单，28105里面有45到50左右这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人像焦段。这个区间啊，拍人像它不会像超广角那样把脸拉得肥肥胖胖的，比例拉得怪怪的，也不会像长焦那样呢把现场压得太扁。访谈的时候用45到50左右的焦段呢，可以保留自然的一个距离感，那你人物呢，访谈的人物看起来比较舒服，那你对背景也还有交代。所以28105不是只有方便而已，焦段的覆盖呢，让我不用一直困扰的去换镜头，然后去打断我的一个创作的思路。尤其我们在那个雅丹地貌那种大场景，其实每一个摄影师看到那种地貌呢，都会很贪心，因为太壮观了啊！你会想要拍广角，你也想要长焦，你会想说，如果我现在车上或者我身上有一大串的一组的定焦镜头就好了。可是真实的拍摄不是这个样子，你拍过你也知道嘛，你其实可能只有几分钟、几十分钟。我们现在在那个雅丹地貌，就是库尔勒花拉山附近，再走过去一点点，这个地方全是完全没有开发的一个天然的大景。我其实看到这种景色呢，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摄影的器材永远带不够，你会很贪心的想要各种东西来拍，不管是望远的大炮或者是超广角等等这一些。但是我们在拍纪录片，不太可能带那么多东西，所以呢，我在这边还是选择了28105这个镜头，因为呢，它的28端的小广角。加上你的那个105的一个望远镜头，其实很好的捕捉到了这个地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貌。那我们在拍这种所谓的地貌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山林线啊，就是那些山林线跟你看这边有3层山嘛，1层、2层、3层、4层到天际，所以呢，它可能是有好几层的层次。当你对焦到某个层次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它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合焦就是所谓的那个锐利的能力很重要，光学上的一个锐利的能力很重要。我一直强调这个28105跟我用的2845这2个镜头，其实都是数值非常好的镜头。基本上2845我用过，它基本上就是我认为是很方便，甚至是我认为目前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变焦电影镜头。28105呢，这次我没有使用到，但是我相信以这个相机镜头的成像的数值来讲的话，电影镜头一定不遑多让。所以呢，在拍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一个好的镜头，你其实只要求到它有个合理的一个焦距，加上一个锐利的一个光学数值，中心焦点很锐利的话，然后呢，或者是你再晚一点，你开一些2.8的一个，或者是 T2的那种电影镜头的大散景，会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点，这支镜头呢，它的光圈是恒定光圈 f2.8， 这个很重要。拍影片的时候呢，你从28变到105，曝光呢，如果是恒定的，你就不会跳来跳去，景深跟画面的节奏呢也比较稳定一点。这件事情呢，在剪接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有感觉，因为你不需要一直救那些忽明忽暗的片段。但是呢，这支镜头让我最惊喜的，不只是方便，不只是不用换镜头，而是它适合拍特写，尤其是拍美食类的画面。这次拍美食呢，拍烤串，我很多画面都是用28105这个镜头来拍的。那个我们现在在拍那个很忙的店里面呢，他们现在正在做烤串，刚有开拍那个烤包子。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其实卡镜位很重要，就是你要在最好的位置卡到你要拍的角度。我们现在拍的是那个烤肉串，那我们要用那个最大的一个特写，去把那个油滋滋烟的那种感觉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找光的逆向，就是你烟一定是朝着那个光的逆向拍的时候，
有点逆光才会好看，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28105这个焦段到105段的时候，如果你再做一点那个裁切的话，其实它很适合拍很大的局部特写，尤其拍升格，不管你是用60或120的升格，拍出来的画面会特别的诱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成片，呈现出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呢，这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就是在那种高反差的范围之下，你镜头的光学数值、中央焦点的一个对齐的那个焦点的锐利度，也很考验镜头的光学。所以，如果你在扫街拍这种没有时间让你好好 setting 位置的地方，其实这种28105涵盖了28到105段的焦段的话，其实这样的镜头又便捷又轻，其实是很好用的一个选择。这里还有一个我自己很常用的一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所谓摄影机的一个画幅裁切，把细节再拉近一点点。这个非常适用在一些有长焦的镜头，比如说你在拍4K 或者是更高规格拍摄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机身有所谓的裁切模式，你可以直接利用裁切模式的视角来做。这样做呢，不是随便的乱放大，而是在一个画质跟光照允许的前提之下，把食物的表面的油光啊、油串翻面的一个瞬间啊，烟穿过逆光的线条再拉近一点点。同样一支28105呢，你可以先用105焦段呢拍一个完整的一个特写，再用画幅裁切的方式做更细的一个局部，而且你可以做升格，对剪接来说这是非常好用，而且对你在创作来讲，它是一个更便利的方式，因为你不用重新拍一个更近的镜头，也能够在节奏上做出近景、特写、大特写的一个层次，而且它的重量呢，这个镜头的重量也不重。对现场我们来拍摄的说呢，还算友善。你真的拿着它，拎着它跑了一天，你会觉得它是在帮你省时间，而不是一直提醒你自己带了一颗非常重的、非常负担大的一个镜头。所以呢，我对28105的结论就是说，这个镜头它的优势不是可以偷懒，而是可以让你在现场很少的错过一些好的画面。它也能够拍大景，也能够拍美食，也能够拍人物，也能够拍地貌，能够交代环境，也能够切到一些特写的一个美食的制作的一个画面，加上恒定 f2.8 跟105焦段的压缩，所以这个28105的这个镜头，它不是单纯的方便，而是把方便做到真正可以进入到一个正式的工作流。拍纪录片呢，有些镜头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你在画面出现的时候呢，手上刚好有一支能够接住它的镜头。如果你也常拍旅行、纪录片、餐桌美食或者是品牌，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最常用28105的哪一个焦段来创作哪个画面。下一集我会讲这一次最有电影工作感流程的一支，叫做 Sigma AF-Sin 2845mm的 T2。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最常使用28、50还是105拍你的美好的画面。